新凯湖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然而现在它却成为了我国和俄罗斯的分界湖，甚至2/3都属于俄罗斯。新凯湖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一部分会属于俄罗斯？这里是知识 TNT。过去的2023年，东北三省的旅游是如火如荼。事实上，东北三省不但有很多好玩的，还有很多好看的美景，比如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南边，同时也是我国和俄罗斯边界的一个淡水湖——新凯湖。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面积是3960平方千米，但是新凯湖全湖的面积却要比鄱阳湖还要大1000余平方千米，整个湖泊的占地面积达到了4380平方千米，湖泊的蓄水量达到了250亿立方米左右。新凯湖的南北部分长达100多千米，东西也长达60多公里，是非常辽阔的湖泊。而作为浅水湖，新凯湖最深的地方只有10多米，平均水深是4.5米。按照地理学的分类，新凯湖是一个构造陷落的湖泊，它是乌苏里江水系的外流湖。而新凯湖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它有20多条河流的注入，从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新凯湖连接的是乌苏里江，最后流向了黑龙江，并最终流向达达海峡。新凯湖最初是6500万年前因为火山喷发和地壳陷落而形成，陷落的地面像是一个水坑，承接了后来汇聚而成的河水，慢慢的变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新凯湖。虽然新凯湖本身的面积很大，但是一般认为新凯湖可以被分为2部分，也就是大新凯湖和小新凯湖，它们被一条大概10米宽的沙丘分开了部分，只有这个沙丘隔离带起到了隔离的作用，剩下的部分都是相连的。小新凯湖是完全属于我国的，它的面积达到了176平方公里，南北方向大概有5000米宽，东西方向跨越大概是35千米。新凯湖虽然大，但是在它的中间却有一条线将湖分成了2部分，这条直线也让新凯湖就不完全是我国的领土了。我国只拥有小新凯湖和大新凯湖的北边一部分，而大新凯湖南部的大部分是俄罗斯所属。曾经是我国最大内湖，如今2/3属于他国，有望全部收回吗？为什么新凯湖曾经完全是属于我国的领土，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大新凯湖的南边部分而归于俄罗斯了呢？这就要说到新凯湖的历史了。新凯湖从形成之后一直到现在，早已过了千百年，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凯湖也被不同的朝代取过不同的名字，见证了我国朝代更迭的历史变迁。新凯湖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这一名称是在清朝的时候才得以确立。新凯在满语中的意思是水耗子，它是一种水生的动物，稀有且珍贵，非常生动地体现了新凯湖在那个朝代的代表性意义。我国最开始出现新凯湖的记载是从唐朝开始的，因为新凯湖当时盛产梅陀之际，所以唐朝人便称它为梅陀湖。后来又因为新凯湖的形状非常像一把古代的传统乐器乐琴，也有朝代称它为北琴海。曾经的新凯湖是我国的领土，但是这种国内湖的角色却在清朝被打破了。但凡对历史稍有了解，都无法忘记第2次鸦片战争。在18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为了打开我国更多的鸦片市场，获取更多的利益，直接发动了第2次鸦片战争。面对侵略者的强制手段，当时的清政府的应对方法堪称是软弱无能，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被屠杀、财产被掠夺，就连我国的领土都被迫分割给了这些列强国家。见其他列强国家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我国的大片领土和无数金银财宝，这让当时的沙俄再次起了贪婪之心。当时的沙俄因为迫切需要寻找出海口，也为了更好的掠夺利益，沙俄在1858年到1860年期间，逼迫清政府和他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以及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条约中就包括了新凯湖70%以上的部分。到了清朝晚期，新凯湖的大部分都已经属于当时的沙俄了，我国对新凯湖的所属权只有大概1000平方公里左右。当时的沙俄直接在新凯湖西北建立了军营和定居点，这一行动使得这里成为了俄罗斯的领土，对我国来说这是严重的领土损失。新凯湖中多达7200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被沙俄抢占了过去，而曾经完全属于我国，也曾是我国最大淡水湖的新凯湖就这样被分割，成为了我国和俄罗斯交界的湖泊。新凯湖对中国有多重要？
在生态上，因为新凯湖的面积广阔且人口稀少，所以保存了大部分的原始生态环境。而我国也很早就在当地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并在1994年将它列为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因为新凯湖的生态意义，国际上在2001年将它列为了国际上重要湿地，并加入了名录。在2005年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国家地质公园。因为湖泊没有被人类的过度活动所破坏，所以新凯湖有着珍贵的水资源。它的淡水面积广大，是我国珍贵的水资源和湿地资源保护区。保护区内栖息着丹顶鹤、金雕、白鹤等上百种的珍稀禽类。绿色且优美的自然环境让新凯湖和它的周边地区成为了大家前来旅游和养生的著名景点。当地因为极高的舒适性，甚至被称为了东方夏威夷。当地也建立了包括垂钓场、风景观赏区等在内的各种景观场所。古代的新凯湖就因为盛产鱼类被赐名，而到了现代，新凯湖也是因为大白鱼和白虾而闻名国内外。特别是新凯湖的大白鱼，因为鱼质实在是太鲜美，每条的重量都能达到5斤以上。新凯湖的湖底因为周边多沼泽地而保存了很多淤泥和腐蚀的物质，这些物质不但给鱼类提供了食物，也让湖水变得更适合鱼类的生存，所以新凯湖成为了我国黑龙江省主要的水产养殖基地。古代的新凯湖因为生态好，周边生活的动物繁多，因此一直是我国东北地区游猎家族的家园。而到了现在，随着东三省地区肥沃土壤的开发，水稻等种植业的发展，新凯湖也有了作物种植的经济意义。此外，湖泊运输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而新凯湖因为处于我国和俄罗斯的交界地带，水域面积广大，可以极大地缓解陆地交通的拥堵、载量不大等问题，为新凯湖的水产交易、国与国之间的跨国贸易提供运输方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虽然现在的新凯湖已经不再全部属于我国，但是属于我们的部分依旧在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我们不但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更要继续向前看，让历史的回忆促进我们珍惜生活，继续前进。你听说过新凯湖冬季捕鱼的壮观情景吗？新凯湖是典型的边境湖泊，你还知道其他的边境湖泊吗？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